乡下的风，城里的雨。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，真是精到，一听就知道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说出来的，否则说不出。端方在中堡镇生活过，对城里的雨有了真切的认识。城里的房子密，巷子长，不怕风，可一下雨就麻烦了。雨过了，天晴了，可那些狭窄的永远也晒不到阳光的小巷子就变得无比的龌龊，充满了泥泞和污秽。尤其是那些破损的砖头路面，每一块砖头都有可能是地雷，一脚下去，呼的一下，泥浆就从砖头缝里喷射出来了，弄得你满裤裆都是。有时候还能带上来一两片腐烂的蔬菜叶、腥臭的鱼肠子，或者变了形的鸡毛。比较下来，乡下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乡下开阔空旷，是风的故乡，更是风的舞台。风在乡下无遮无拦，无拘无束，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它无所不在，特别的恣意和狂放。乡下的风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旋转着来。开春的时候，它是东南向的，温暖而又潮湿，保留了海浪的痕迹。到了夏天变向了，成了南风，后来再变，从西南那边跑了过来。西南风是风，也是火，是看不见的燎原。到了秋后，轮到西北风登台了。西北风特别硬，邪性，天生就带了一副惹是生非的气质，像鬼剃头，只要一夜的功夫，所有的树叶就被它剃光了，一个不剩。而东北风一旦来临，那一定是深冬，迎接它的只能是光秃秃的树枝，所以它伴随着哨音，还伴随着硕大的雪花。因而它既是凄凉的，又是温馨的，这完全取决于你们家的被窝暖和不暖和了。风就这么转，转一圈刚好是一年，仿佛有规律，可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到底要干什么。你看不见它，它就是不放过你。要不然人们怎么会把它叫做风呢？风怎么说才好呢？它只能是风。西北风在王家庄已经连着刮了好几天了。王家庄的树木再也不是先前的模样，一副茂密和蓬勃的景象。它们嶙峋了，瘦得只剩下骨骼，露出了原形。它们像扒光了衣服的乞丐，吊在半空。大地上全是树的叶子，干了，枯了，黄了，在地上盘旋，沙沙地响。就在这样的风中，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王家庄，带来了81电影制片厂的车轮滚滚。考虑到这是一部新片，四乡八邻的观众比较多，电影放映队在稻田里架起了银幕。稻已经割走了，但遍地的稻秸梗还在，有些泥泞，有些戳脚，放电影并不好。可是比较起泥泞和戳脚来，最大的麻烦却还是风。风太大了，银幕就不怎么像银幕了，更像风帆。所有的观众都像是坐在风帆上，他们静止不动，却已经劈波斩浪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，看了然后散了，就这些。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一部电影只是一个序曲，等电影散场了，他们的娱乐才算是真正的开始。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场电影之后的群架，也就是集体斗殴。电影反而是其次的了，成了一个借口。这一次是王家庄和张家庄的人打，下一次是高家庄和李家庄的人打，再下一次则是李家庄和张家庄的人打，循环着来，轮流着来。
打架这东西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容易上瘾，尤其是集体斗殴，你只要经历过一次，你就刻骨铭心了，心里头就老是惦记着。不管是打人还是挨打，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，你都希望再来一回。打架这个东西为什么能这样的吸引人呢？说出来能吓你一大跳，是疼。这一点不打架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的。疼这个东西过瘾，在你被击中的时候，在你的疼痛汹涌上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反而毫无畏惧，你的勇敢是惊人的，你的爆发力是惊人的，怒发冲冠，具有无可比拟的快感，你一下子就疯狂了，成了酩酊的强有力的人。疼痛能使胆怯的人大胆，大胆的人英勇，英勇的人壮烈，你会为自己而震惊。你的潜能是巨大的，那些你不敢做、不能做的事情，你一下子就做出来了，眼睛都来不及眨巴。所以乡下的年轻人喜欢电影，电影只是一个方面，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打，就是疼。打完了，疼完了，人一下子就舒坦了，过足了瘾，能舒服10来天，越想越后怕，越想越满足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晚上的电影是为端方一个人放的。端方善于战斗的形象，尤其是智勇双全的形象，在电影散场之后彻底建立起来了。端方的这一片天地毕竟不是他亲手打出来的，说到底佩拳不服。端方没用一刀，没用一棍，没用一拳头，完全是依靠政变的方式取代佩拳的，并不那么光明正大，并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。佩拳在这个晚上一定要仔细的、全面的考察一下端方，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一圈。打架这东西当然需要力气，可光有力气也是不行的。等看完了电影，端方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一下子就全部端出来了。你要是不行，端方咱们的日子还长。电影很好，这是一部关于解放的电影，换句话说，这只能是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。这同时还是一部关于人民、关于敌人、关于枪弹、爆炸、历史、牺牲、消灭、光荣、鲜血、理想、仇恨、尸体、胜利、千军万马和排山倒海的电影。概括起来说，透过弥漫的硝烟，人民在一点点好起来，而敌人在一点点烂下去。电影很好，好就好在场面巨大，伤亡也巨大，这一来就好看了。爆炸和死亡都无比的壮丽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满世界都是活着的人，满世界也都是死去的人。第二次换片的时候，红旗从人缝里挤了出去，他要撒尿，佩拳和他一起去了。没出息的人就是这样，屎和尿特别的多，一激动或一害怕，他的排泄系统就格外的疯狂。红旗就是这样，红旗来到外围，掏出他的东西，痛痛快快的尿。他的身边有一个人，是个陌生人，不知道是李家庄的还是高家庄的，也在尿。佩拳走到他的身旁，对着陌生人的脸一靠近就吐了一口痰，吐完了就走。回来的时候，红旗的脸色特别的不好，好像是挨了揍。他的一只巴掌捂住自己的腮帮子，嘴里不停地唠叨：妈的，他妈的。端方隔着佩拳瞥了红旗一眼，问：动手了？红旗说：动了。端方说：和谁？红旗说：不知道。端方说：看见那个人的脸了吗？红旗说：看见了。端方说：哪个村子的？红旗说：好像是高家庄的。端方说：谁先动的手？红旗说：我。端方说：为什么动手？红旗说：他长得像电影上的敌军连长，
我看不惯。端方说他还手了没有？红旗说还了。端方说有没有把他放倒？红旗说没有。端方说为什么？红旗说这小子拳头硬。显然红旗吃亏了，端方不再开口。佩拳这时候插话了，小声询问端方干不干。端方说我的兄弟怎么能给人欺负，当然干。佩拳即刻就站了起来，作为一支队伍的老二，他当仁不让。端方一把拉住，说干什么？佩拳用他的巴掌在空中切了一刀，是斩钉截铁的架势，说先把他们的退路堵死。端方没有接受他的战斗方案，说看电影。佩拳急了，说看完了电影他们突围了怎么办？端方没有回答，却拍了拍前排的2个小兄弟的肩膀，对他们耳语了一些什么。2个小兄弟得到了令，弓着身子走了。佩拳说这不是游击战，是阵地战，他们不行，他们堵不住。端方笑笑说看电影。佩拳的这个电影看得受罪了，战斗即将来临，他哪里还坐得住？佩拳不再是看电影，简直就是苦等。他在等电影的散场，只要电影一结束，他的拳头就成了榴弹炮的炮弹，一股脑砸向了敌人的阵地。当然有一点格外的重要，他要让端方看看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他的拳头是多么的生冷不忌。佩拳走神了，他已经提前进入了战斗，身上的每一块肉都蠢蠢欲动，渴望疼痛。电影放映员又换胶片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换片，肯定是最后的一次了。王家庄的人看电影早就看出经验来了，当胜利就要来临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电影要结束了。剧终意味着胜利，而胜利同样意味着剧终。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。换片之后，端方又坚持了10来分钟，对红旗耳语说：红旗，你把兄弟们拉出去，准备好火把，站到银幕的后面等我的命令。红旗十分郑重地应一声，对大伙儿招招手，所有的兄弟都起身了，猫起腰，一起撤离了现场。佩拳不知道端方究竟要做什么，刚要起身，却又被端方拽住了。端方说：看电影。佩拳脱口说：人不能散，要集中优势兵力，个个击破。端方已经注意到了，这个人已经把自己当成电影里的人物，起码是民兵排的副排长。他喜欢说电影里的台词，句句是真理，却狗屁不通。端方偏不急，用下巴指了指银幕，说：就要发起总攻了，我们把最后的一点看完。佩拳握紧了拳头，身子骨绷得比光棍汉的鸡巴还要直，一挺一挺的，都晃悠了。好不容易等到电影的剧终，佩拳一下子跳到了凳子上，端方对着银幕的那边挥了挥手。这时候全场的人都听到了佩拳的高声叫喊：高家庄的狗娘养的，高家庄的狗娘养的，一个都不要跑，一个都不要跑。佩拳的举动过于威猛，过于突兀了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有的人都盯在了原地，一起回过头来看。但是人们看见四周突然亮起了火把，这样的情形不同寻常了。黑压压的人群只是愣了片刻，轰的一下炸开了，朝着四面八方奔涌。这样的撤退当然是无序的，佩拳反而被堵在了人群里，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扒了出来，佩拳对着火把拼了命的招手，火把一起集中过来了，佩拳立即带领着火把队朝着高家庄的方向凶猛的追击。火把奔腾起来，在漆黑的田野争先恐后，
到底有火把，佩拳他们跑得更快，一会儿功夫，他们就追上高家庄的狗娘养的了。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。高家庄的狗娘养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的拼了命的在田野里撒腿狂奔。佩拳一边跑一边大声的叫道：快快，前面有一座桥，千万别让他们过桥，千万别让他们过桥。意想不到的场景居然就是在桥上发生了。这是一座木桥，有年头了，和里下河地区的所有木桥一样，这座桥相当简易，很窄，面对面就过不了人了，就2根桩，上面铺了木板。高家庄的狗娘养的们火急火燎，好不容易跑到了桥上，哪里敢停下来歇一歇，只管往前冲。可中间的那一块木板已经撤了，是空的。这一来，高家庄的狗娘养的们惨了，冲上来一个，掉下去一个，就听见水面上轰的一声，又轰的一声。后面的人明明听到了水面的动静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脚底下就是收不住，身不由己了，只能往下跳。你的屁股坐在了我的头上，我的双脚踩着了你的肚子，乱了，嗷嗷叫。这时候佩拳他们赶来了，一个个举着火把站在河岸上，吃惊地看着水里的景象。王家庄的小伙子们欢呼起来，雀跃起来，眼前的景象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。谁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，谁也没有。太动人了，太激动人心了。虽说不是严冬，深秋的河水毕竟冷了，有了刺骨的劲道，几乎称得上凛冽。一群狗娘养的却在河水里热闹，他们不停地扑腾，完全可以用狼狈不堪去形容。红旗叫嚣着，突然对着水面吐起了唾沫，吐一声骂一声，还跺起了脚。他用一种特别强烈特别昂扬的节奏高声骂道：操你妈妈，操你奶奶，操你姐姐，操你妹妹，操你弟媳，操你舅母，操你姨娘，操你婶子，操你姑妈，操你嫂子。数快板了，一句话不论老少，只要是女的能操的都操了，一个都没有落下。痛快的只想抽筋，瞳孔炯炯有神，放电了。无数的火把在里头跳跃，像闹鬼。佩拳也在喊，回过了头去，想看一看端方，意外的发现端方却不在。是的，他不在。佩拳突然明白过来了，这一切都是端方安顿好了的。他调动了一切，控制了一切，指挥了一切，不用一刀，不用一棍，不用一脚，不用一拳头。狗娘养的自己把自己就收拾了，他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这是奇迹，这是端方的战略思想的一次胜利。他虽然不在河边，却已经在佩拳的心里了。佩拳对端方服了，从心底，从骨子里服了。他把火把高高举过了头顶，大声说：撤！佩拳带领着全部人马打道回府，去了养猪场。他们激动得要命，达到了顶点。今天的胜利太圆满，太酣畅，太神奇了，必须和端方分享。这一切都是他缔造的。一路上都是凛冽的北风，可他们顾不上了，他们在谈论端方，激动很快就转化成崇敬了。崇敬是酒，令人陶醉，能够在端方的指挥下战斗，实在是大伙儿的幸福。他们来到端方的门口，门是开着的，吃惊地发现端方已经上床了，歪在那儿，正就着昏黄的马灯看小人书。端方安安静静的，恬淡如水，看不出一丁点儿的兴奋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所有的人都在门口停住了脚，不说话了。端方说：进来。
大伙儿沉默着，鱼贯而入，一起站在了端方的床前。端方起来了，塌拉着松紧口的布鞋，站在了地上。端方开始和佩拳握手，一个一个的和大伙儿握手。现场的气氛突然庄重起来，有点像接见了，跟电影上的一模一样。电影里头每打完了一个胜仗，首长都要亲自接见的。这一来，他们就不像在养猪场，而是到了电影上，是经风雨见世面的感觉，好极了。轮到和红旗握手的时候，端方看着红旗的腮帮，小声地问：“不疼了吧？”红旗不由自主地立正了，扬起了脖，说：“报告，不疼了。”端方说：“那就好。”端方说：“坐。”茅棚里并没有凳子，其实是没法坐的。大伙儿找来了一些稻草，铺在了地上。这一来，大伙儿也只能坐在地上了。只有端方一个人站在了那里。端方没有询问具体的斗殴场面，这个用不着问了，明摆着的，不用问。端方突然微笑了，说：“我们来讨论2部电影。”端方竖起了2根手指头，说：“1. 智取威虎山，2. 奇袭白虎团。大家说说，好在哪里？”这样的开场白是奇怪的，有些云里雾里。佩拳说：“还是你说吧，我们知道什么？”端方笑而不答，点了一根烟，就那么望着，什么也不说。端方自己是知道的，因为战功卓著，他在大伙儿心目中的分量已经不一般了，完全有理由居高而临下了。他还是希望大家来谈谈，大伙儿只能仰着头看着端方。他的形象愈发高大了，有了率领和引导的力量。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的人知道端方要讲话了，现场肃穆了，还十分的宏大，十分的机密，怪异了，更像在电影里了。他们是在战争中，在窑洞里，在参与历史，在修改进程，在改变命运，有了崇高和伟大的使命。茅棚里鸦雀无声，只有一盏昏黄的马灯。处境其实是危险的，四周都充满了危险、暗杀，也许还有绑架。然而他们不怕，为了和经验的处境相匹配，他们的内心陡然生出了无限的忠诚，还有牺牲的决心，像原子弹，这是必备的。他们的瞳孔庄严了，神圣了，上刑场的心思都有，就生怕自己被落下了。红旗受到了感染，站起了身子，说：“这2部电影好就好在不要怕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。”端方却没有看红旗，只是吸烟。显然红旗错了，因为端方不说话，气氛就有点变，往令人担忧的方向走。所有的人都不再敢出声，还是端方打破了沉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只有端方才有资格与能力打破沉默。端方说：“勇敢是要的，在任何时候勇敢都是要的，但最关键的不是这个。”端方看着大家说：“智取威虎山，奇袭白虎团，说白了就是2个字，一是智，2是奇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动脑子，勇敢硬拼，两败俱伤都不是办法，我们要动脑子。”大伙儿松了一口气，就觉得端方说得好，说得对。原来还挺糊涂的，经过端方这么一点拨，心顿时就明了，眼顿时就亮了。可是端方的话锋转舵了。端方说：“从今天晚上的情形来看，我们当中有人却不是这样。”端方总结说：“这很不好。”端方说这句话的语气很轻，可是正是由于轻，格外的掷地有声。红旗低下了脑袋，紧张起来。端方说：“
我在这里要提醒极个别的人，再这样下去，乱发号、乱施令、瞎激动，是要吃苦头的。这样的风气不能长，我们必须统一我们的思想。”红旗依然低着头，然而听出来了，所有的人都听出来了，端方另有所指。红旗什么时候乱发号、乱施令过？还轮不到他。端方虽然没有点名，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，端方对佩拳有了看法，对他今天晚上的表现相当的不满，生气了。然而端方又是不点名的，不点名的批评更有力，他的威力通常是原子弹的1/8，你连辩解和反驳的机会都没有，又没点你的名，你跳出来做什么？这一来，极个别的人只好默认。佩拳坐在大伙中间，郁闷难当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压住了他。大陆的嘴是紧闭的，国乐的嘴也是紧闭的，所有的人的嘴巴都是紧闭的。大伙儿感觉出来了，佩拳在这支队伍当中排行老2的位置有点危险了。谁排行老2是一支队伍的重中之重。大伙儿都在等端方发话，在今天的这个晚上，他一定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的。没想到端方却转过了身子，把马灯的罩子架起来，呼的一声吹灭了。端方在黑暗之中说：“今天就到这儿吧。”大伙儿无比的吃惊，怎么就散了呢？但是散了，他们只能从地上爬起来，摸着黑往外走。佩拳走在了最后面，心情沉重，显然心里的压力大了。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征兵的消息终于来到了。端方一得到消息，就来到了大仓库，在这个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混世魔王。端方这样做有端方的理由，他都想好了，他希望能和混世魔王一起去当兵。混世魔王再赖，好歹是城里的人，见的世面广，能够和他一起，彼此能有个照应。混世魔王刚刚吃过晚饭，坐在那里用稻草剔牙，嘴是歪着的，一脸的坏样子。因为心情好的缘故，端方在说话的时候故意卖了一个关子，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快熬到头了。”混世魔王的下巴和胸脯都动了一下，仿佛是笑，却又不像笑。端方到底熬不住，交底了，他用拳头擂着桌面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征兵啦！”端方的心已经坐在了汽车上，也许还坐在了火车上，正对着无边的远方，迎着风，风驰电掣。混世魔王没有动，只是叼着稻草，用他的牙齿不停地咬，最后把嘴里的稻草吐出去了。混世魔王说：“祖国需要保卫，但更需要建设。”这句话气人了，有些阴阳怪气，是混世魔王一贯的风格。端方说：“你装什么呢？”混世魔王笑笑，在长凳子上躺了下来，把手伸到衣服里去，摸着肚皮，说：“今天可是吃饱了。”端方说：“你把耳朵从裤裆里掏出来好不好？征兵了！”混世魔王坐了起来，望着端方说：“兄弟，我倒是想把我的2只耳朵放在裤裆里。”端方听出来了，混世魔王不对劲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。其实一进门，端方就应该看出来的，只是心情太好，忽略了。端方眯起了眼睛，仔细研究起混世魔王。混世魔王的脸色突然颓唐下去，轻声说：“我都知道了。”混世魔王说：“都找过他了。”端方问：“找过谁？”混世魔王说：“还能是谁？咱们的吴支书。”端方急切地问：“吴支书说什么了？”
咱们的支书说了，祖国需要保卫，但更需要建设。端方摸出旱烟锅，坐了下来。吴支书真的是会说话，他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，绝对正确，永远正确，正确的你只想吐血。端方咀嚼着吴支书的话，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。混世魔王反倒是无所谓了，他不再说什么，只是身子不停地晃悠，一前一后的晃悠。端方的目光跳过混世魔王的脑袋，盯住了混世魔王身后的墙。小油灯把混世魔王的脑袋放大了，印在了墙上。由于不停的晃悠，混世魔王的脑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给人以全力以赴却又脱不开身的错觉，似乎长在墙里了，成了墙的表面。端方突然就想起了兴隆说过的话：傻小子，你记住了，你的命在人家的嘴里头，可以是他嘴里的一句话，也可以是他嘴里的一口痰。真的是这样，混世魔王现在就是吴曼玲嘴里的一口痰，被人家吐在了墙上。端方的心里突然就是一阵紧，是临近无望的那种紧。不知道吴曼玲什么时候张开嘴巴，不知道她下一口吐出去的会是谁。端方失神了。端方望着手里的烟锅说：妈了个巴子。骂谁呢？混世魔王说。端方说：没有骂谁。混世魔王也望着灯芯，慢慢地闭上了左眼。他抬起右手，挺出大拇指和食指，对着灯芯做出了瞄准和抠扳机的动作。每抠动一次，混世魔王的嘴里就要发出一声枪响，啪啪啪啪。混世魔王一直在射击，射击完了，混世魔王仔细地盯着自己的食指，不停地打量。他突然把自己的指头送到灯芯上去了，灯光暗淡下来。端方一直望着烟锅，并没有意识到混世魔王在做什么。慢慢的，大仓库里弥漫出一股子香味儿，是烤肉的香味儿。端方抬起头来，他看到了混世魔王扭曲的表情，那同时也是坚忍不拔的表情。混世魔王在烧自己的食指。端方呼的一下吹灭了小油灯，大仓库里顿时黑了。端方大声问：你这是干什么？黑暗当中，混世魔王用另一只手拍起了桌子，同样大声地反问了一句：你这是干什么？大仓库里黑洞洞的，只有端方的烟锅在那里吃力地挣扎。世界安静极了，黑暗极了，反而把烟锅的火光和端方的吸烟的声音衬托出来了，像闪电，像雷鸣。端方突然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，啪的一下，一滴水落在了桌面上。端方知道那是混世魔王的泪，已经在桌面上摔碎了。端方一阵难过，匆匆的，只是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两个人什么也没有说，最终还是混世魔王说话了。混世魔王说：我想当兵，我就是想回到南京去。端方说：我也想，只想到兴化去，中保镇也行。混世魔王吸了一下鼻子，似乎笑了一声，说：你怎么不说北京也行？端方想想说：北京也行。混世魔王说：镇江也行。端方说：扬州也行。合肥也行。混世魔王说：贵阳也行。端方说：厦门也行，银川也行，长沙也行，长春也行，拉萨也行，兰州也行，杭州也行，西安也行，武汉也行，石家庄也行，南昌也行，济南也行，重庆也行，桂林也行，
乌鲁木齐也行，哈尔滨也行，郑州也行，沈阳也行，昆明也行，天津也行，太原也行，上海也行，呼和浩特也行，西宁也行，王家庄也行。王家庄不行，端方大声说，王家庄绝对不行。在黑暗中，端方和混世魔王对未来的展望终于变成了对空间的展望。远方在呼唤，他们在说对口词，在说书，在说相声，他们自己给自己抖起了包袱，开心了。两个人越说越快，越说越来劲，越说越放肆。他们的嘴巴像马，像坦克，像冲锋，像突围，卯足了力气，在祖国的大地上纵情驰骋。遇山越山，遇水跨水，遇风架电，不可阻挡。只是一会儿，他们就走遍了祖国大地，踏遍了千山万水。这是神奇的，惊人的，扣人心弦。他们什么也看不见，然而黑暗是一种开阔，是梦幻一样的召唤，是怪异的奔放，是别样的恣意，当然也是实实在在的虚妄。在虚妄中，他们是两个巨人，一会儿就把全中国走了一个来回。他们信马由缰，虎跃龙腾，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猛磅礴走泥丸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疯完了，混世魔王手上的疼痛上来了。说起来也真是奇怪，混世魔王把自己的手放在火上烤的时候并不疼，相反有些振奋，十分的清醒，是那种接近于解决了的快慰。现在反而不行了，疼得要命，伤口上冒出了火焰，肉的芳香还在空中缭绕，是致命的诱惑，叫人馋，就是想吃点什么，什么都行。混世魔王忍住痛说，端方，你把我的床板掀起来，床底下有好东西。端方有些不明就里，还在那里犹豫。混世魔王急了，大声说，你快点。端方只好摸着黑把混世魔王的床板拆了，摸出了一只坛子，坛口是用塑料薄膜封好了的。混世魔王说，端到灶台那边去。端方照办，端了过去。混世魔王说，打开来。端方就打开来，伸进去一摸，是肉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肉，一定是咸肉。端方在黑暗中笑了，手指头在坛子里也笑了，端方都看见自己的笑容了。混世魔王说，点上火，我们解解馋。端方掏出火柴，划过了，点上稻草，炉膛里亮堂了，端方的脸上也亮堂了，暖洋洋的，光芒万丈。端方拿过烧火钳，拽过坛子，把坛子里的东西掏出来，送到炉膛的门口一看，可不是肉吗？是肉，真的是肉。端方十分麻利地把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穿在了火钳上，送到了炉膛里。只是一会儿，炉膛里肉的香味传出来了。这一股子香味是一只大舌头，足足有8尺长，在端方的身上舔，从上到下舔，从下到上舔，越舔越舒坦。端方把肉烤好了，撒上一点盐，首先送到了混世魔王的面前。混世魔王已经把门关上了，说，你先吃。这怎么可以？端方客客气气地说，你先吃。混世魔王也就不客气了，拽下了一块，丢在了嘴里。端方同样的拽下来一块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舌头上，一嚼，香了，越嚼越香。最动人的是那些骨头，小小的，短短的，关键是酥酥的，牙齿一碰就碎，有悠长的回味，格外的诱人。端方伸长了脖子，咽下去一口，问，是喜鹊还是斑鸠？混世魔王一边咀嚼，一边闭上了眼睛，说，都不是。端方吧唧吧唧的，说话的速度快了，肯定地说，
不是麻雀，麻雀没这么大，不会是燕子吧？混世魔王冷不丁冒出3个字：是老鼠。端方停下来了，猛然停下来了，停止了咀嚼，停止了说话，连眼睛都停止了眨巴。端方的胃一下子收紧了，提了上来，仿佛被2只手握住了，挤了一下，一下子冲到了嗓子眼儿，在那里磨蹭，眼见的就要冒出来，有了喷薄的危险性。端方收了一口气，立即稳住自己，把持住了，憋足了力气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摁。如此反复了3、4回，端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他把嗓子眼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了肚子。端方对自己说：他奶奶的，别人能吃，我凭什么不能吃？凭什么？没道理。端方从火钳上又取下了一块，送到了嘴里。混世魔王说：好吃吧？端方说：好吃。混世魔王说：你可别告诉别人。端方说：当然。混世魔王说：你只要告诉了别人，呼啦一下就没了，我们就再也吃不成了。端方笑笑说：那是。你说吴曼玲会不会放你一马？混世魔王突然又把话题扯回来了。你是说他会不会答应我去当兵？混世魔王说：是。端方在这一个晚上已经不像端方了，因为忧伤，他变得出奇的亢奋。他用那种豪迈的口气说：不放，他要是不放，我就揍了他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其实呢，也就是吹吹牛，随口一说罢了。